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大腦處理資訊的速度真的快到有點誇張？但這個速度背後，其實藏着一個超級精密的奈米級工程。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今天我們就來把它一層一層拆開來看。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人腦思考的速度，它到底有沒有一個物理上的天花板，一個絕對的極限？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整個分析要圍繞的核心。好，那我們這次的探索路徑會分成6個部分。我們會先聊聊大腦速度的傳說，然後去解開一個10000倍速的秘密。接着我們會看到科學家怎麼在試管裡重現突觸。再來就是揭曉12個蛋白質的精準合作。然後我們會從一個從噴射到失靈的案例來看看這個機制有多重要。最後我們就會一起直面那個終極問題：思考的物理極限。好，第一部分，大腦速度的傳說。很多人，包括我以前也是，都以為大腦運作的速度關鍵在於那些神經線路傳導的有多快，對吧？就像網路線一樣。但後來科學家發現，不對，真正的瓶頸，或者說真正的關鍵，其實是在線路跟線路之間的那個連接點，也就是突觸。這東西才像是我們大腦裡真正的中央處理器，那個 CPU。那突觸到底是什麼東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轉運站，它就是2個神經細胞中間的那個縫隙。資訊傳到這裡的時候，會發生一個超關鍵的轉換。本來的電訊號會在這裡變成化學訊號，然後傳到下一個細胞後，再變回電訊號。你想想看，這個轉運站處理包裹的速度，是不是就直接決定了整個物流系統的效率？沒錯，這個轉換的速度就決定了我們思考的速度。好，那了解了突觸的重要性之後，我們就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也就是這次分析的核心謎團。我們要來解鎖10000倍的速度。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科學家發現一個超驚人的事實：我們大腦突觸裡那個用來傳遞訊號的分子引擎，跟我們身體其他地方，比如說胰臟，用的是同一套引擎，原理一模一樣。但是那個速度真的是天差地遠。到底差多少？答案是整整10000倍。你沒聽錯，就是10000倍。這真的太誇張了，因為驅動這兩者的本質上是同一套分子機器。我們來具體看一下數據。在大腦突觸裡，這個融合釋放的過程花的時間不到1毫秒。但是在我們的胰臟要釋放胰島素，這個過程雖然原理一樣，但最快也要超過100毫秒。你看，一個小於1，一個大於100，這中間就是超過10000倍的速度差距。諾貝爾獎得主詹姆斯·羅斯曼博士，他就用了一個超級貼切的比喻。他說：“你能想象嗎？你有一顆引擎，你只是換了個檔，它的速度就瞬間飆升了10000倍。但問題是，這還是同一顆引擎。哇，這個比喻真的把問題點出來了。到底是什麼魔法，讓同一顆引擎能有這麼大的效能差異？這問題真的困擾了科學界好幾十年。”那這個謎團的第一個線索是怎麼被發現的呢？是來自一個非常偶然但又超關鍵的發現。科學家們利用當時最先進的超高解析度顯微鏡往突觸的深處看，結果竟然看到了一個隱藏的而且是完美對稱的六角形結構。這個發現不得了，它強烈暗示了在這套引擎的背後絕對不是隨便亂組的，而是有一個極度精準、高度組織化的蛋白質陣列在運作。好，有了這個線索之後，科學家們意識到，光是在旁邊看是沒辦法真正解開謎底的，所以他們做了一個超級大膽的決定：我們來動手自己蓋一個。也就是說，他們要在試管裡面從零開始重建出大腦的這一套融合引擎。你想想，這真的是一個充滿野心的計劃。那他們是怎麼做的呢？這個實驗設計得非常巧妙，就像在組裝一個奈米等級的樂高。第一步，他們先把所有必要的零件，也就是各種關鍵蛋白質，像 SNARS、MUNC13 這些，一個一個純化出來。第二步，把這些蛋白質零件像插頭一樣插到人造的細胞膜上。第三步，加入鈣離子，
這個鈣離子就像是按下啟動按鈕。最後一步就是用超高倍率的顯微鏡盯着看，即時觀察那個細胞膜融合的瞬間，而且是在單一分子的層級上觀察，真的是非常精細。結果怎麼樣？你猜對了，他們成功了，真的太厲害了！在這個完全是人工打造的系統裡面，他們成功重現了那個不到1毫秒的渦輪增壓反應。這個成功代表什麼？代表他們手上的那堆蛋白質零件，就是解開這個萬倍速之謎的全部答案。拼圖已經湊齊了，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揭曉最終的謎底了。這個秘密就在於12個蛋白質的精準協作。這整個過程，你可以想象成一場奈米等級的分子芭蕾舞，每個舞者、每個舞步都必須完美無瑕，缺一不可。這個核心機制其實可以簡化成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公式，就是6加6等於12。這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這整個機器的組裝是分成2波攻擊的。第一波會有6組叫做 snare 的蛋白質複合體先就定位，形成一個基礎結構。但這樣還不夠快，關鍵在第二波，在某個關鍵蛋白質的號召之下，另外6組 snare 會立刻補位，迅速到位，最後形成一個由12組蛋白質構成的超級穩固的發射結構。好，那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場分子芭蕾的幾個主要角色。首先，最重要的主角就是剛剛提到的 snares，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分子拉鏈，它的工作就是把2個細胞膜緊緊地拉在一起，然後融合。那誰來指揮這些拉鏈呢？就是 Moon 13， 他是最長系的總導演，確保所有拉鏈都排得整整齊齊。再來，那個負責叫來第二波6條拉鏈的關鍵角色叫做 synaptophysin， 他是招募員。最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synaptotagmin， 它是什麼？它是瓶塞，也是鈣離子觸發的那個開關。平常它會死死地卡住整個機器，不讓它發動。但是只要鈣離子一來，這個瓶塞就會砰一聲，瞬間彈開。好，到這裡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渦輪增壓系統是怎麼運作的了。那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如果這個渦輪增壓系統壞掉了，會發生什麼事？從噴射到失靈，這中間的差別其實就只在那關鍵的第二波的6個蛋白質而已。我們來做個直接的對比，你馬上就能感覺到差別。當有完整的12組 snares 在工作時，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是同步的，而且是爆炸性的。這就是我們說的渦輪增壓模式。但是如果系統只能湊到6組 snares， 那釋放就會變得非常緩慢，斷斷續續，就像一顆快壞掉的燈泡在那邊閃爍一樣。這就是失靈模式。你可能會覺得，這只是分子層級的東西，真的有這麼重要嗎？有，這個機制的關鍵性，在一個真實的臨床案例中得到了最直接也最令人心痛的印證。科學家發現一名患者，他身上那個叫做 synaptophysin 的基因，還記得嗎？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招募員，他的基因序列裡僅僅只有一個字母出錯了。那這個字母的突變後果有多嚴重哦？首先，因為招募員壞掉了，這位患者的大腦系統就只能組裝出第一波的那6組 snare 複合體，完全無法形成完整的12組結構。結果就是他的神經傳導物質只能用我們剛剛說的那個緩慢閃爍的方式釋放。這反應在臨床上就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智力障礙和發展遲緩。所以你看，這個案例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個12蛋白質的渦輪增加系統跟我們健康的大腦功能真的是綁在一起的，密不可分。好，綜合前面所有的線索，我們終於來到最後的總結了：思考的物理極限。這整個研究其實在告訴我們，我們過去對神經傳導的理解可能需要更新了。我們以前以為神經傳導物質是慢慢擴散過去的，但不是。真相是，思考它根本不是溫和的擴散，而是一場經過精密控制的爆炸。科學家用了一個超棒的比喻，他說，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是一場爆炸性的釋放，這跟開香檳的原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你想想看，開香檳的過程，不就是在一個極小的空間裡累積了巨大的壓力，然後你只要輕輕一轉那個軟木塞，砰一聲，所有的東西就瞬間噴發出來。所以，那額外的6組 SNA 蛋白質，它們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他們就是負責創造那個巨大壓力的關鍵。他們把整個系統繃到最緊，讓神經傳導物質最後不是慢慢流出去，而是像戰鬥機的噴射引擎一樣被噴灑出去的。這就是我們的大腦突觸能夠達到比身體其他地方快上10000倍的那個終極答案。好，那在結束之前，我們來快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的大腦之所以能用不到1毫秒的速度來思考，關鍵就在於一個由12個蛋白質組成的奈米級渦輪增加系統。這個系統是透過6+6的2階段組裝，在神經末梢累積起巨大的壓力，最後就像開香檳一樣，用爆炸的方式把神經傳導物質噴射出去。所以請記住一個關鍵詞，這不是擴散，而是噴射。這就是思考速度的物理極限。那麼當我們徹底理解了這個物理極限之後，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又能解鎖哪些新的可能性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期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